大克特 Grand Turk 岛的标牌注明，这里是克里斯多夫·哥伦布1492年10月2日首次登陆美洲的地方。其实，哥伦布首次登陆的地点一直是历史学家探讨的话题。根据哥伦布的日记，他将首次登陆的小岛描述为拥有非常绿的树木、许多池塘和各种各样的水果，但所有这些特征在附近的岛屿都有。另外，随行的绘图员对古巴和其他一些岛的位置和形状描绘得比较准确，但是对于最初登陆的巴哈马群岛则比较模糊，于是周围几个岛一直在力争自己是第一个登陆点。我只是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，没有能力去参与争论。既然这里也立了官方的碑，应该有一定的依据。一些历史书也将首次登陆地点模糊地记为巴哈马群岛。小岛不大，南北长不过20公里，开车也就20分钟。搭出租车按分区付费，从南头到北头最多单程9美元。现在这里是英国的海外领地，女王是最高领袖。1486年5月，意大利人哥伦布到西班牙寻求国王支持，组建船队，开辟到印度和中国的商路。之前，为了这次航行，哥伦布耗费数年游说了葡萄牙、英国、法国等当时的大国。虽然这次没有立刻说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，但女王下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，做可行性论证。委员会论证的结果是，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，哥伦布的计划是非常不确定的，根本不可能，计划也就这样放到了一边。5年后，女王再次召见哥伦布，哥伦布开出了自己的条件，如果成功，女王要封他为海军上将，并获得发现地区总督的职位，以及贸易所得的1/10。女王没有立刻答应条件。后来有人劝女王说，上将头衔不需要女王的任何花费，要求的收益对王室也是9牛1毛，何况出航未必成功。最终，女王同意资助哥伦布的计划。1492年8月3日夜里，哥伦布的船队从西班牙的帕洛斯港出发，船队由3艘帆船和90名船员组成。3艘船依据当时的标准并不是大船，旗舰圣玛丽号搭载船员40人，另外2艘船平塔号和尼尼亚号分别搭乘26人和24人，3艘船的吨位都没有超过100吨。出发不久，平塔号就出现故障，他们在大西洋里的大加那利岛修补船只，9月6日继续出发。虽然顺风，也没有遇到大的风暴，但长时间看不到陆地的海上航行还是让船员们不安。他们开始抱怨毫无目的的寻找、乏味的食物。哥伦布为此准备了真假2本航海记录，假的记录告诉船员的航程要短些。他还在日记中写道，我一直在尽力让大家振作起来。10月初，当哥伦布和船员的紧张关系达到极点时，一对海鸟从船边向西南方向飞过，大家一下子意识到离陆地不远了。最终，船队向西一直航行到第70天，在10月12日早晨2点，平塔号的一名水手看到了陆地。哥伦布带领船员上岸不久，就见到了当地的居民，当地人全身裸体，态度和缓。让船员们放心的是，岛上的居民武器非常简单。哥伦布在日记中称，居民身心完备，体格健壮，一定会归于我们的信仰。接下来的2个月中，哥伦布勘察了包括古巴在内的一些岛屿，并做了详细的记录和绘图，主要的目的还是打探是否有黄金和宣扬教义。1493年4月20日，西班牙女王和国王专门听了哥伦布首次探险的汇报，他称岛上的居民为印第安人，认为自己到达了印度。此后，哥伦布又曾3次航行到美洲，可惜令他失望的是，没有发现大量的黄金和亚洲的香料。在第2次航行中，哥伦布率领的1500人和17艘船到达了波多黎各。今天的岛上标识牌上写着1493年哥伦布的船队穿越前面的通道，占领并宣布波多黎各为西班牙殖民地。今天的旅游胜地圣胡安城堡就是西班牙人用了250年
耗费10代人的心血修建成的。像哥伦布一样，530年后，我们也登上了小岛，不过搭乘的是游轮，迎接的是出租车司机和导游。如今大科特岛的南边被邮轮公司租用，建成了度假村。如果没有邮轮，只能搭乘小飞机上岛。大科特岛的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，4800多居民。搭车很快就到了市中心，车上司机不停地给我们打预防针。市中心很小很小，下车后果然发现规模很小。这是岛上的国家博物馆，没错，国家级博物馆，也是加勒比最好的博物馆。从这里我们了解到，岛上最早的居民是卢卡亚人，早在1万到15000年前就开始在岛上生活。这是考古发现的卢卡亚人曾用的椅子和船桨。哥伦布到达之前，居民主要靠打鱼和其他海鲜为食，农耕的水果、玉米、木薯等只是补充。他们还会驾着独木舟到其他的岛屿交易蜂蜜和石器。住的地方是茅草搭的房子，遇到飓风时也到洞里躲避风雨。社会关系是靠酋长制来维系。哥伦布发现美洲后，欧洲殖民者陆续到来，原住民一部分被传染的疾病夺走了生命，另一部分被作为奴隶强迫到其他岛屿做工，导致整个部族几乎完全消失。因为岛的面积小，没有矿产资源，后来到访者只是在这里停留取水或收集些天然产生的盐。17世纪起，随着欧洲、美洲和非洲航线的建立，海上贸易逐渐增多，相伴一个行业也诞生了。海盗和掠丝船。和熟悉的电影《加勒比海盗》不同，真正的海盗船比较小，装备差，而掠丝船是由一个国家政府支持的，并发给许可证，船的规模和装备都相当于正规海军。这些船神出鬼没，大科特岛就曾是海盗们的基地和补给藏身处。17世纪起，有欧洲人来到岛上开发海盐资源。大科特岛地势平坦，分布一些浅水塘，隔一段时间用贝壳在水塘周边刮一刮，就可以搜集到海盐。过去盐是保存食物的重要材料，需求量很大。从1678年到1960年代，盐成为大科特岛唯一的出口产品。周围几个岛的盐场面积共有320多公顷，石头筑起的围栏有130公里长。到1900年，累计出口了7万多吨海盐。制盐是非常辛苦的工作，长期接触盐水会引发皮肤病，刺眼的海盐和阳光会导致失明。开始，英国殖民者是利用从非洲买来的奴隶，后来又招募美国内战后解放的奴隶来做工，还从大陆引进了很多驴子来拉车运东西。由于更大规模的制盐受到海岛面积的限制，1960年代后，制盐工业被附近大岛的盐场代替。今天，在附近的大伊拉瓜岛上，每年就出产上万吨北美超市常见的 Morton 食盐。上世纪50年代，小岛上修建了美国的军事基地。1962年2月20日，美国宇航员约翰·格林乘坐载人飞船友谊7号升空，用了不到5小时，围绕地球飞行了3周。成为美国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太空人。完成任务后，格林的载人舱就降落在小岛附近。被军舰打捞起来后，格林被送到岛上的军事基地进行体检。当时还是副总统的林登·约翰逊也赶来岛上迎接格林。为此，岛上建有载人舱的模型和格林的雕像。由于大科特岛的关键位置和海上变化的天气，从哥伦布开辟新航线后，有上千艘船只遇险沉没在附近，由此催生了岛上一个罕见的职业——潜水打捞。早在1854年，一家总部位于波士顿的海底寻宝公司就将这里作为基地，开始打捞沉船。年仅20岁的爱尔兰青年耶利米·墨菲从波士顿来到岛上，
开始使用头盔潜水。那时这样的潜水技术还刚刚兴起不久。墨菲作为潜水先驱，边干边改进，不断打破极限，到达前人从未到过的地方。墨菲曾成功的从一艘沉船中打捞起价值6万美元的金条。后来其他人都回了波士顿，墨菲则一直留在岛上，直到去世。我们参观的博物馆就曾是墨菲的家。从博物馆出来，我们步行回码头。岛上的生活节奏很慢，车不多，居民区没有高层建筑，旧房子很多，包括当年总督和贵族的住房，这让新装修的房子格外醒目。尽管游轮下来的客人有上千人，岛上的餐馆和酒吧不到中午不开业。见到做事的人也很悠闲，不紧不慢。路上还看到很多驴子，是盐场关闭后放到岛上自生自灭的驴的后代。岛上的美军基地也关闭多年，没有海盗，没有盐场，旅游业成为大科特岛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。离开市中心，我们来到海岸，沿着沙滩一路走下去，碧海蓝天，四周无人，涌上来的海浪很快将留在沙滩上的一行脚印抹了去。